歡迎回來，觀眾朋友，我們繼續帶您來看的是《華爾街日報》他們最新報道了有關這個禮拜在週末前，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呢針對美國啟動了2項貿易調查，其中一項調查呢是將會針對美國限制中國大陸產品進入美國，還有呢限制對華出口先進技術產品的政策來進行調查。另外呢有一項調查呢則是針對美國對中國綠色能源產品設置的貿易壁壘。那大陸商務部宣稱這次發動的貿易調查主要是針對美方301調查的對等回應，而這2項貿易壁壘調查預計將會持續6個月，如果有必要的話，還會再延長3個月。現在眼看呢，川普和習近平2位這個中美的最高元首，那麼5月14號跟15號。目前是定這2天在北京要舉行峰會。歐亞集團中國大陸區的這個總監王丹就分析雙方現在就在這個5月要見面之前，盡可能的都在增強自己的籌碼。我们先来看最新祭出的这2項新的貿易調查，目的當然是反制但是實際上到底能夠對美國帶來多大的壓力？大使覺得？這個要看調查結果。因為你照現在的WTO 的多邊國際貿易法規你要採取法律規定的允許你的這種報復相對措施的話，那你第一步先要就進行調查。要調查報告出國，它是一個法律程序，一定要就先啟動調查。對，那如果最後調查屬實的話，那他就會祭出他的報復措施。歐洲說對所以說這同類產品進行這種徵收什麼橫平稅徵收這種或者進行這種報復性的限制。那這個基本上就是說，也可以對同類不是同類產品、跨領域的產品也同樣可以做這個法律都寫得很清楚。那所以我覺得它現在是一個準備，那要看調查結果。這種調查有時候要3個月到半年，也不是這麼快。對，那也就是中國大陸事實上是它的政策是一切作為都遵守 WTO 的這個多邊貿易法規，所以我今天要對你做經濟制裁，我也是要走這個法律程序。那當然，法律程序走完以後，調查結果是美國確實有違反 WTO 這個多邊貿易法規的這個事實的話，那中國大陸就可以進行報復，相對措施就出來了。它的嚇阻力呢？就是因為現在在川習會之前，我們剛剛講說雙方可能都在積累自己的籌碼。您覺得這個嚇阻它就要看它的量有多大了，對，它的量有多大了。那你如果說中國大陸的損失是100億的話，那美國中國大陸也要達到差不多100億的量的這個報復水準，要看他怎麼做不過這個也不是說在累積籌碼啦，我覺得這個基本上其實都是這個是必然會進行的。當你被受到不公平的貿易待遇的話，那你一定要尋求救濟、反擊，救濟跟反擊。那當然你可以就是說最高層最後來做裁決，不過在業務單位、事務單位來講的話，你就是應該要進行這樣子的工作。那也不是累積籌碼，因為真正中國大陸籌碼多得很對不對？工具多的是，工具多得很那一個稀土，川普就已經免戰牌啦。稀土是王牌對還有就是農產品的採購還有這個波音飛機的採購這些量都非常的大的，這才是手上的這些工具了。對，所以其實這些部分的話還不是大的部分，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當成是現階段所祭出的一個手段那因為剛才講說，它最多3個月，還可以再往後延最多半年，還可以再往後延3個月但最後要看這個調查結果是如何。那講到301調查，其實是川普在3月份就這個月對中國大陸所祭出的那當然呢，被認為是作為2月份大家還記得嗎？美國最高法院駁回了川普關稅這個。那時候是引用這個 IEPA 結果呢說這是違法的，所以呢它是一個補救措施。那調查的內容這次涉及了產能過剩還有強制勞動。3月26號這一天呢，大陸商務部長王文濤在喀麥隆出席這個 WTO 第14屆部長級會議期間，也跟美國的貿易代表 Grill 來見面他特別指出呢，經貿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跟推進器，而不是絆腳石和衝突點。所以結論是，中美應該要共同向前看。雙方的代表在 WTO 看起來都是相談甚歡不過私底下來講說，在台面下就頻頻的這個刀光劍影，這後面的玄機怎麼觀察？的確
美國這次動用超級301號來對那個中方進行調查，主要還是就是因為要你收你關稅嘛，然後收不成，所以他這次是希望能夠透過這個那個301的這個調查，如果成案了就確定你那個中國大陸的這個產品對美國有包含侵害制裁權啦等等這一系列這個問題那個高科技產業等等，如果都成立的話，那對於中國大陸要輸美的這些產品，還是一樣會構成這個高額關稅嘛？對，也就是說，原本我是用我用口頭的政治性的這個加稅的這個方式被那個最高法院說判違法，那這個時候我走正式的法律途徑來，也就是我用301的這個方式來調查你，然後另外當然也是透過這樣的一個調查之後，對不對？如果有這個對這個中國大陸其實可以產生一個所謂的嚇阻性效果，就是它其實可以讓供應鏈轉移，也就是說這些很多那個供應鏈就是中國大陸對美銷售這些產品的這之中，它一定也不是說所有方方面面全部是中國大陸自己做的嘛，也一定要透過各個國家或者各個的這樣供應鏈，那這時候就會嚇阻這些供應鏈要轉向，也就是說他們知道，如果我今天我這個東西賣給中國大陸，讓它做成產品，然後變成賣到美國去，我無利可圖，所以這其實某種程度來說，它這個超級301不只是包含那個對制裁權，也对於它的這個供應鏈也會造成的這樣一個提供國或者提供廠商造成一個嚇阻的效果。那另外當然你說像這個貿易這個順差也會縮減，那個因為今天中國大陸對於美來說還是享有非常高額的貿易順差，透過這個301的調查，就可以讓這些對美國的這些這個出口來說，可能一定某種程度會受到一些影響，程度不一，但是會讓美國那個中國大陸對美國的這個出口開始減少的時候，那這個時候對美國來說，它就可以借由這樣一個調查過程去降低這個順差的這樣一個持續擴大，或是甚至於持續的這樣那個持續嘛。所以那你說對於美國這個301調查來說，它基本上面向非常精準，就是對於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還有包含智慧財產權的這個那個進行聯合的這樣的壓力，因為長期中國大陸畢竟在智慧財產權這件事情上來講，它的表現的確在這個世界的範圍之內是大家有目共睹啊，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大家心裡有數嘛。所以在這個地方一定是會形成一定程度的這樣一個壓力了。所以當然呢，對於你說整體來講，後面的那一系列這樣的挑戰，我覺得美國做這一切的這個作為，總體來說就還是要那個最大的目的是要降低中國大陸對美國的這樣的貿易順差，主要還是它的目的在這裡。然後對它的這個供應鏈以及各方面進行一個強大的壓力，逼迫中国大陸來在那個貿易談判上對美讓步。对，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真的是有的看因为刚刚大使也特別提到了，就雙方呢，其實在經貿在手上握有的經貿工具都非常的多。反正美國祭出一個工具呢，中國大陸就對等反制那當然，這個其中有一張王牌，中國大陸現在還握在手上的就是稀土因為現在不只是美國擔心被卡住稀土的這個脖子，日本也是但是呢，日本針對中方擁有這個稀土戰略優勢，現在也在想。絞盡腦汁，終於想出了一個新的戰略朝日新聞就報道說呢，日本政府正在積極布局稀土礦山的開發。那計劃呢，在2028年年底之前，對中方的依賴程度降到0，確保電動車跟電子產品生產供應鏈能夠穩定。其中呢，這個日本能源金屬礦物資源機構已經在非洲南部納米比亞展開了稀土礦產的調查。那確認包括像是熵啊、這個銻啊，還有這些高稀有的元素這些豐富的儲量是有的。另外呢，他們還派遣了船隻到南鳥島，這之前我們也討論過，就深入到深海去開採富有這個稀土的泥漿。還有呢，透過 JOGMEC 這一家公司來出資，在澳洲跟法國企業來生產稀土，希望能夠打造一個多元的供應鏈。不過，不管是從非洲、從太平洋、從澳洲多方並進我想問蔡老師的是，這個開採的量夠嗎？這個量的話，事實上，朝日新聞它是說一部分到2028年可以完全不依賴中國，是一部分，是要降到0是哪一些量是可以，不是說因為稀土有很多種，但是我們再看一下，根據日本經濟新聞的一個 data 出來，就是中國大陸輸往日本，它雖然說我要去卡你脖子，但是1月跟去年12月的話，確實是有降了大概是20幾%。那1月跟2月是沒有降，反而2月比1月多了3噸，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它所以對日本已經卡到這個程度，它沒有再持續壓下去。
他也很清楚，你有在持續下去的話，勢必日方可能會做出一些反制動作出來。所以現階段的話，沒有對日本造成一個很大的傷害。那我們又會看到朝日新聞這一個報道，它確實也是說2028年一部分可以降到。那為什麼降到呢？因為現在日本的一個貿易公司，像是雙日貿易公司的話，他們會跟澳洲、馬來西亞、非洲去共同開採，而且我們看到的南鳥島的話，可能需要一點時間，他沒有說今年馬上就有辦法去變成產業化，所以他會去找美國說我們可以去把它產業，那產業化還是要一年，但是他們抓住一個機會，他認為這是一個叫做經濟安全保障的問題，而不是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那談扯到經濟安全保障的話，過去在開採稀土最大的詬病就是污染。這是他們最大的。他講，那既然是污染的話，我們用一個比較先進的東西，反而會創造出一種機會出來。這個是他們現在看到的。這感覺好像也是一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對，沒辦法，因為它並不是說賺錢不賺錢，因為你跟中國買絕對是方便又便宜。不過您剛剛提到說，其實它會部分的降低對中國大陸未來稀土的依賴嘛？對，2028年一部分可以降到零。對，可是因為稀土的除了開採以外，其實提煉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對啊。所以他們的話，希望用比較乾淨的方式，而不是用過去高污染的方式，然後去創造出這個市場出来。對，實在是沒有辦法當中，只能夠先想一個辦法，就是目的達到在2028年年底之前，能夠擺脫對中方稀土的依賴。但是這個目標能不能達成，大家拭目以待。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好，持續來關心在東亞這邊最近的關注焦點啊。那麼，美國密切爾航太研究所今年度有一份報告，就是中國軍力追蹤報告，當中指出呢，從衛星影像分析，中國大陸解放軍在福建省5座基地，還有廣東省的1座基地，部署了大批的殲6無人機。那報告分析說呢，這個解放軍改造了大約有500多架的。原來就是人在開的啊，這個就是畫面當中我們看到這個殲6的這個飛機，而且呢，在臨近台海的6座基地啊，部署大約有200架的這樣的一個戰機。那這些殲6戰機的飛行模式啊，未來成為無人機的話呢，會更類似像這個巡弋飛彈啊，到時候呢會大量攻擊台灣、美國或者是其他盟軍的目標，有效的重創防空系統。所以改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透過原來的有人機變成了現在這種，因為你看它體積還蠻龐大的哦。像我兄怎麼看到這殲6改造成無人機，它主要的目的是真的是消耗防禦力，它的戰力到底有多強？怎麼評估？我每次聽到這個消息，我都是覺得完全是不知道從何說起。為什麼？講這種報告人，他還說他是航太研究所，你知道嗎？因為講這種話的人，我必須說他絕對沒有在飛行線上待過。為什麼這樣講？今天中國大陸他來說哈，他今天要來耗掉我們的防空系統，他其實弄一個造價相當便宜的無人機就辦得到了。對，他不需要花大錢去維持這些除役戰機，因為你知道这些除役戰機它的維持不是說你今天擺在那邊，我今天要用的時候我就把它拿出來油加一加，什麼就飛了，沒有那麼簡單呢。以一架戰機來說，像以前我們的那個 F104新式戰機，在民國82年因為飛行那個任務之後出了狀況，它有一部分有30幾架飛機，它把它叫做停飛可用機。這個停飛可用機，它當然你說還是要有個人去每一個禮拜哦，每個禮拜要有3趟要去幹嘛？做大滑，也就是說要做一次完整的飛行程序，然後嘞飛機到跑道頭點那個後燃器，全力推進1000尺，它把油收掉，就飛機不起飛，但是要完整一整個飛機的這樣的飛行操作程序，這樣才能夠維持這些飛機處於那種就是可用狀態，還是要熱車啊？對，它要一直要這樣子。但你說像現在這種無人機來講，你說今天做一個專門比如說用來消耗你的這個防空系統這些無人機，像比如說這次你可以看到美國被這個伊朗的這個見證者無人機搞掉多少防空飛彈，對不對？其實根本不需要花那麼大錢，因為你如果說像這樣一個除役戰機，你要像我剛剛那樣講，第一你還要花改裝的費用，因為你像那個殲6，也就是米格19戰機，它的操控是傳統機械操控啊，你還要弄一套類似像機械人接收器的這個東西在座上面，你要花一筆錢，花一筆錢之後，我剛剛講，你這個飛機你要維持它持續運作，那這個運作呢，你要維持它整個服役的
規模去做，又要花多少錢？那但你像我剛剛講，見證者，你今天你在這個真正要打仗的時候，把它發射出去就好了，一架飛機了不起才大概3萬美元的這樣一個那個成本打死，那你要花這個長時間，等於說你要把這個殲6飛機還留下來，要拿它當友人老爺戰機這樣把它養着，而且時間到，所有要換的零件通通要跟着換，所以我每次看到這種東西，我都覺得拿這種東西拿來騙錢的這種研究所啊，真的是非常的這個居心不良。對，你說中國大陸有沒有在做殲6無人機？有，為什麼？因為去年他們的長春航展的確有展出這個殲6無人機。那殲6無人機幹嘛嘞？就是比如說今天以美國來講，美國他把這個除役戰機拿來做無人機啊，像他現在連 F-16都拿去當改裝成那個無人機幹嘛？對，就是要測試它的空对空的飛彈或地對空的飛彈。因為這種空对空、地对空的飛彈，在美國法律規定，我今天這個飛彈要研發出來，要到服役，我要經過對這種模擬戰機要經過多少次的這個設計，它有一個法定的程序。今天中國大陸如果說要讓它的武器在世界各地有口碑，我沒有那麼多的實戰經驗，最好的辦法就是我今天有做過這麼多的實際測試用。对，所以呢，像這個東西，這種除役戰機通常要麼少量改裝作為靶機。大部分你說，哎，5個基地有200多要幹嘛？那個東西啊，就是如果今天解放軍認為啊，可能會因為台海衝突造成美國對這些周邊基地攻擊的話，這些東西擺在那邊搞，叫做防空誘敵機。我們中華民國空軍也是啊，那些寶貝老爺 F5啊，以前遙動式除役啊，幹嘛都把它擺到那個機場的那些土機堡裡面，幹嘛呢？甚至有些 F5還把它用合板做個三角翼定起來，你知道，讓它從空中看起來像是幻象2000。對，原因就是要讓它做這種叫做防空誘敵機。所以你說今天你要把這種除役戰機拿去花大錢讓它維持它操作，然後真的到這個要那個打你的時候，這些那個除役那個無人機飛得起來飛不起來還不知道，那我還不如乾脆打一架這個2萬美金成本的這種見證者無人機這種等級的東西來得划算吧。所以我每次看到這，我真的不知道從何說起。所以你的重點其實就在於說，有必要嗎？因為從成本上面的考量來講的話，其實真的是划不來，完全划不来，完全是划不来。你搞這個東西，你要花等於說把這個老飛機用服役的標準繼續維持下去，才能夠維持它今天要用的時候能夠用。像你看，美國汰除掉2000架 F-16，那這2000架 F-16可以拿來改嗎？不會，他每次改個十幾架幹嘛？他拿來做好這個測試，就是打這個還有靶機，對，當靶機用。你說今天他當初他在長春那個航展展的这個東西，他的確也是說我今天主要是做靶機研究之用，但是他並沒有說。但是你看，好事者就好，發揮無限的想象力。但發揮這種想象力的人，我只能說他絕對沒有在飛行線待過。的確啊，所以不管是從先前發生的俄烏戰爭，或者是現在正在進行的中東，就是美以伊的戰爭啊，其實都在強調在武器方面呢，不斷去研發是用低成本、低價的無人機去消耗這個防空能力啊。但是真的有必要是把這個有人機原來是有人在開的這麼大一個飛機，要全部把它改成無人機，就確實啊。值得思考。好，那麼在這個傳出說解放軍部署新武器的同時呢，也看到中國大陸的軍工系統啊，最近出現了人事的大地震啊。因為風暴的核心呢，就是直指曾經擔任過中國航空工業集團黨組書記兼董事長的譚瑞松，以及呢被譽為是殲20之父啊、殲20之父的中國科學院的院士楊偉。那遼寧省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在3月25號做出了一審宣判，判譚瑞松死刑，但是緩刑2年啊。那另外呢，法院提出的數據顯示啊，譚瑞松貪污受賄的金額超過了7億人民幣。另外，上個禮拜我們曾經也討論過，中國大陸的這個科學院他們的網站更新了院士名單，結果呢，被譽為是殲20之父的楊偉，他的姓名跟個人簡歷啊，在官網上面已經完全找不到，被移除了。在中國大陸的學術跟科學界啊，這個撤銷院士的榮譽其實是非常罕見，而且是非常嚴重的一個處置。好，那現在從譚瑞松、楊偉這2件事情，他們都先後的落馬哈。我們怎麼看？就是解放軍在反腐的這一波肅貪也好，反腐也好，為什麼現在大把的火都燒向了軍工研發的體系？這個部分我們怎麼觀察？這個當然就是反腐倡廉，一直是大陸最近幾年對公部門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措施。主軸啊，主軸。那2023年那時候火箭軍出現問題啊。那時候就開始就是調查軍工系統啊，那當然你要知道這個調查一定它會一個案牽一個案，一個案牽一案，所以就變成就是說，其實是過去這一段時間內哈，在這個不僅是這個所謂的火箭軍、飛彈，在核武、在雷達、在航天的這些領域哈，那已經被調查，然後已經處置的哈，那麼幾乎已經差不多有10個了。光院士級的也會有多名，
所以它是一個全面性的。因為大陸查這些案子有一個原則叫倒查20年，也就是說他要把案子一直追到20年前，溯及既往啊，溯及既往。像這次譚瑞松哈跟這個楊偉哈，他們都已經退休了，退休以後的案子才爆出來，爆出來以後，事實上他就開始查。那你要知道，譚瑞松跟楊偉他們共事一共15年，所以他們兩個的很多案件是同樣的。那楊偉事實上，他從2003年就開始查，當時他在前任的職務他就有受賄，那在後來的這個職務裡面有一連串的這些受賄的這種情形。是，那當然你要知道，一個體系單人受賄有的時候也不見得能行得通，所以他可能形成一個一個網狀的一個問題，所以你就看出來查。不過這個顯示說，中國大陸對於軍中的腐敗。他是要不論官階，不論重要與否，他都是查到底。一連串的反腐打貪是不是也凸顯出一件事情？就尤其对軍方來講，就代表說解放軍是隨時做好可以打的準備。對，因為你軍方的腐敗是很危險的。你如果說他這個操守有問題的話，那你這個不只是他在這個採購過程中中飽私囊，他也可能出賣情報。了解。對，所以這個對於我覺得對任何的這個組織，尤其軍方組織，要維持內部的這個純淨就是說忠誠，非常重要的。是。那你說對這個武器發展會造成多大影響？我倒比較保留，因為這武器發展是一群人，那這2位他是已經退休的，所以他還是這個武器發展應該還是有第一線的後面的這個年輕代還是在繼續在做。東亞最近看到在日本這邊也是加強他們的軍事部署因為日本的防衛省就宣布說呢，會在3月底之前在九州熊本部署射程1000公里的這個12式陸基反艦飛彈性能提升型。那打擊的範圍呢，涵蓋了東海，還有整個朝鮮半島，甚至延伸到中國大陸的上海地區包括解放軍海軍經常會通過的宮古海峽。那另外呢，根據 Defense News 報道呢，自民黨和維新會正在針對防衛裝備移轉3原則進行關鍵性的協商。日方高層也傾向允許向合作國以外的第三方出口，來確保呢跟像英國意大利共同開發的第6代戰機計劃，那無非就是希望打開他們的海外市場我們先說這個長程飛彈在熊本部署的這個長程飛彈，現在連大陸上海都納入了打擊範圍，這難道不會引起中日關係更加緊張嗎？現在中日關係已經不好了。那個事實上已經部署上去，這個發射器的話在前陣已經放上去。如果說是飛彈本身的話，應該是在31日的時候應該會放進去，而且它已經展示出來。所以對這個問題的話，我就請了之前的3星退將幫我做一個演說。他怎麼說？我們用他的 PPT 來正式給各位觀眾做一種解釋了。它的地方叫做熊本建軍駐屯地，也就是西部方面總監的總監部。那總監部的話，它負責就等於是從熊本到西南諸島的一個情況。那為什麼部署在熊本的一個？因為我們就會看到它會畫一張圖。那畫一張圖的話，就是應該是這個地方吧，就是它的打擊範圍1000公里，1000公里。然後還有一個，現在日本也拿到的戰斧巡弋飛彈呢，大概1000公里，所以等於是又畫了一個圈。但是部署在熊本不等於是飛彈永遠是在熊本。那為什麼是選擇在熊本，不選擇在離島？因為你放在離島不能夠搬去熊本，放到熊本很容易就可以搬到離島。而且熊本的話，它放1000公里，你現在劃分大概可以包含台灣北部。那如果說把這個飛彈平時有狀況的時候，再往南部牽扯到九州的南部的話，你就可以把整個台灣再包括南海就包含進去了。所以他们提出一個概念，日本加美國加台灣的概念。往南移的話，就是大陸東南沿海都可以進去的。所以它的飛彈事實上是移動式的，甚至它也可以移到宮古島和所謂的 Okinawa 島，都是可以移動。這是他們提出的一種想法。那它的 PPT 我們給各位觀眾做一種解釋。第二個的話，剛剛主持人您所說的防衛裝備3原則，防衛裝備3原則的話，現在的高市提出一個17個領域來發展經濟，17個領域其中一個是防衛產業，所以它就會在3月6日，事實上也算通過了，因為自民黨就是執政黨提出給高市嘛，就是通過。那一通過的話，它就是可以賣給同志國、同盟國，這樣可以提升他們的意志力，就希望戰事不要去
發生，因為他們發現中國大陸，而且今年他們軍備又提。